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小酥肉怎样調薑，怎樣醃肉，用什麼油溫去炸，才能做出如此清脆的口感？這個視頻就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整個過程咱們要注意的地方和技巧。咱們所需要的食材也比較簡單，這裡是蔥還有薑，盡量給它切成這樣的絲。然後再準備3兩瘦肉或者是里脊肉都是 OK 的，但是不要用五花肉，不要帶肥的。然後咱們這個肉最好先凍一下，然後再切，就比較容易，大小非常容易控制。需要準備玉米澱粉，這裡是50克，麵粉也是50克，然後雞蛋1個，大概也是40到50克，常溫水再準備50克。接着咱們把肉醃一下，醃肉的时候大家要注意，咱們如果不喜歡蔥薑，可以用蔥薑料酒來制作。咱們需要撒一點鹽，然後把蔥稍微在手裡面攥一下，攥出汁兒，這樣咱們去腥的效果就比較好。如果咱們換成黄酒的話，加2瓶蓋就可以了，這個量呢也不需要很大。生薑的處理方法也是一樣，咱們放在手上攥一下，也可以直接泡水用，都没問題。然後接着咱們加上一點美味鮮或者是生抽，1品鲜都是 OK 的。然後咱們直接這樣搓揉抓一下，把這個味道盡量給它抓匀，然後用保鮮袋蓋住10分鐘。接下來說的是調薑，調薑之前咱們先加上2克鹽，然後把雞蛋倒進去。倒入雞蛋之後，咱們直接把雞蛋和鹽先搅拌匀，盡量把雞蛋打散一點，然後一次加上澱粉還有麵粉。放入澱粉和面粉之後，咱們在搅拌的時候呢，還是不要太快，慢一點攪，因為咱們剛開始這個攪拌的時候它會有一點稠，如果說攪得快，它裡面疙瘩就加的越多，所以盡量慢慢的攪，不要讓它裡面夾雜那種面疙瘩。如果带面疙瘩的話，咱們炸好之後它裡面會夾雜乾面，影響咱們整體的口感。最後再加上50克水，這50克水加進去也是要分次，咱們要把它完全搅拌的細膩起來，就要慢一點加。如果說一次性加進去，咱們搅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出現一邊稀一邊稠這樣的情況。加完所有材料之後，還要繼續攪拌。這次攪拌的目的就是為了把裡面的面疙瘩給它徹底去掉，千萬不要讓它夾雜在裡面，因為這一步決定了咱們後面掛糊是不是順利。如果說糊調的不好，咱们後面掛糊的时候很容易一塊一塊的掛不到，就是直接就炸肉了，肉就炸干了，那樣就不好吃了。面糊搅打之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們拎起來它滴着，上面是有一堆一堆的，形成這樣的狀態就可以了。這個面糊稠度咱們掛糊很輕鬆，而且能夠掛得很薄。然後咱們這個肉大概醃制10到15分鐘，咱們要把裡面的材料全部給它挑出來。肉挑出來之後，咱們可以簡單的嘗一下味道，如果淡可以加一點鹽再抓一下，然後直接把肉倒進面糊裡。倒進面糊之後，咱們可以在裡面攪拌一下，簡单的先掛一下糊，然後到後面炸的时候，咱們单個的把它挑出來就 OK。掛糊這一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千萬不要掛得太厚，咱們拿起来之後能夠隱隱約約的看到肉，這樣的厚度就是 OK 的。然後咱們準備油，油呢可以稍微多一點。檢測這個油溫，大家可以用一個蔥段放進去，如果直接起泡，咱們就可以來下肉了。掛糊的时候千萬要注意不要厚。然後這個油溫大概在160度左右，油溫不能太低，油溫太低咱們炸的時間長，裡面的肉容易炸老。第一遍把它炸至微黃，像這樣的狀態，咱們直接撈出來，然後把油燒熱，這個熱量一定要在90%左右，稍微偏高一點。然後把所有之前炸好的全部一起回一下鍋，進行2次複炸。這樣咱們炸完之後，它這個口感就是特別酥特別脆的一個狀態。如果說咱們一次性炸到這樣的狀態，很容易炸老。第2次複炸的時間大概在1分鐘左右，千萬不要時間長，時間長了很容易炸老，裡面的肉容易變硬。然後咱們炸好之後直接撈出來，小酥肉就算制作成功。要炸好小酥肉，最主要的是面糊厚度、油溫這2點千萬要注意好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